藏紅花嘅食法唔少㗎，最常見係直接用嚟泡水當茶飲，或者係同其他藥材一齊浸成藥酒，用佢可以燉湯做飯，喺菜譜裏邊咧都好常見。但係咧需要注就係咧，藏紅花其實有活血嘅作用，咁熱經多咧或者係孕婦咧就要慎用藏紅花啦。大家好，我係謝起身，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藏紅花。咁藏紅花咧又叫西紅花或者係番紅花。咁大約喺3500年前嘅米諾斯時期咧，考古學家喺古希臘汲羅索斯皇宮遺址裏邊出土嘅壁畫裏邊咧，揾到最早人工種植嘅藏紅花嘅證據。壁畫上邊咧就畫住呢個年輕嘅女仔同埋呢個猴子一齊去摘藏紅花嘅樣。咁呢個就係目前發現嘅藏紅花種植同埋貿易嘅最早嘅記錄。咁喺古希臘咧，藏紅花咧被用作當作治療腎病同埋腸胃嘅專用藥，都係極為珍貴嘅香料。咁古埃及咧都係用其治療腸胃相關嘅毛病。咁據載裏邊講咧，埃及宴後咧，克利奧帕特拉咧沖涼嗰陣咧就會加藏紅花啦，仲會用化妝咧嚟吸引呢個異性。咁古希臘咧同埋古羅馬嘅貴族咧都會去一個特定嘅公共場合嗰陣咧都會隨身咧帶啲藏紅花。咁古羅馬嘅布金咧尼祿咧甚至要求咧自己巡視呢個羅馬城嗰陣咧個街道上咧要鋪滿呢個藏紅花。另外咧藏紅花咧都被廣泛用作高檔嘅染料喎。咁後來咧，佢從波斯咧傳到東方，即係我哋亞洲，被用嚟咧供佛嘅。咁最早嘅黃色嘅袈裟，佢嘅染料其實就係藏紅花。咁用古代工藝造成嘅呢種袈裟咧，唔單止佢嘅顏色咧係純正，同帶啲淡淡嘅香味，咁使我哋咧靜心凝神、舒緩鬱結㗎。咁三國時期嘅萬鎮嘅南州異物志咧，同埋宋代嘅嶺外代答裏邊咧，都明確記載過用藏紅花供佛。用佢嚟供佛咧，就係因為藏紅花有吉祥聖潔嘅寓意。除咗做袈裟，古人仲會用佢嚟俾佛像塗君心㗎。另外咧，據博物志記載咧，最早係張騫出使西域嘅時候咧，將藏紅花咧引入呢個西漢嘅。一開始咧作為貢品，後來咧先至慢慢咁流入民間嘅市場。咁到咗現代咧，好多波斯商人咧嚟中國做生意喎，而且佢都喺呢度定居。咁佢哋咧就將藏紅花咧當成調料加入嗰個日常嘅飯菜裏邊。從呢個以後咧，中國人咧對花中黃金咧先有咁多嘅了解。咁中國關於草木嘅典籍裏邊咧，開始就將波斯傳嚟嘅呢種紅花就叫做番紅花。咁呢時真喺《本草綱目》裏邊就寫到：西紅花，出西番，回地面及天方角，即彼地紅蘭花也。現時已入食暫用。咁清朝嘅時候咧，藏紅花主要係從克什米爾地區咧經過西藏運到我哋內地㗎，所以內地人咧就將呢種西藏嚟嘅紅花又叫做藏紅花。咁嗰個時候咧，藏紅花係西藏俾朝廷進貢嘅最貴重嘅藥物。咁中醫認為咧，藏紅花味甘性平，主歸心肝經嘅，有活血化瘀、涼血解毒、解不安神嘅功效。例如咧，《本草綱目》咧就記載藏紅花主治心憂鬱結、氣悶不思、活血久服，令人心喜，又治經計。咁《本草綱目集遺》裏邊咧都有藏紅花出西藏形而谷，降之可治諸脾呢個記載㗎。咁現代研究發現咧，藏紅花含有豐富嘅維生素啊、微量元素氨基酸啦，其中藏紅花嘅花酸、藏紅花花素、藏紅花苷，咁呢啲都可以作為藏紅花主要嘅有效成分。咁喺缺氧嘅情況之下咧，可以提高心肌細胞內乳酸脫氫酶嘅活性，增強我哋細胞內嘅氧代謝功能，提高心臟嘅內缺氧能力。咁藏紅花咧仲可以促進膽汁嘅分泌同埋排泄，增加呢個脂肪嘅代謝，降低膽固醇同埋球蛋白同埋總膽紅素水平，幫助治療一啲脂肪肝啊、肝硬化呢啲多種嘅疾病㗎。
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乜嘢人唔適合食藏紅花咧？咁孕婦咧係唔可以食藏紅花咧？就係因為藏紅花屬於中藥材啊嘛，佢有一個活血化瘀嘅效果，食咗之後咧可能會對子宮有一定嘅刺激作用，容易導致出現一啲子宮興奮，同時咧仲有可能會刺激呢個神經紊亂，導致出現一啲流產嘅情況，所以咧孕婦係唔建議使用藏紅花。咁第二咧就係熱經期嘅女性咧係唔建議食藏紅花咧，尤其係熱經量比較大嘅女性，就因為藏紅花咧佢有一個比較好嘅活血嘅效果。咁熱經期嘅女性咧，佢應用藏紅花之後咧，可能會導致呢個女性嘅流血嘅增加，咁出現一啲氣血虛弱嘅可能，而且都有可能出現一啲頭痛啊、乏力啊，或者係呢啲氣血虛弱導致嘅一個相關嘅症狀。咁嚴重嘅話咧，可能都會導致貧血㗎。另外咧，謝醫生提醒大家，雖然好多女性朋友咧，佢會服用藏紅花嚟調節呢個女性嘅身體，但係咧，如果係服用過量咧，可能都會嚴重影響到女性朋友嘅內分泌系統啦，導致出現內分泌失調嘅情況。咁呢個就容易產生一系列嘅問題啦。其次咧，造成女性朋友嘅經期嘅紊亂㗎。一般身體健康嘅女性嘅月經咧都係比較有規律嘅。咁如果呢一類嘅女性咧，經常服用藏紅花咧，咁可能會導致呢個熱經期出現紊亂嘅情況，例如熱經期增加啦，或者係縮短都有可能㗎。咁第三咧，出血性疾病嘅朋友係唔建議食藏紅花㗎，其中係包括呢個痔瘡出血啦，或者係胃潰瘍出血啦，或者係腦出血啦，特別係有啲凝血功能障礙嘅朋友出現一個皮下出血、內臟出血，都係要嚴格禁止呢個藏紅花嘅應用，因為咧出血性疾病咧個患者咧，佢飲咗呢個藏紅花浸咗水之後咧，可能會引起呢個大量嘅出血，導致呢個病情嘅更加嚴重，所以咧係唔建議飲㗎。咁第四咧，藏紅花飲用都唔可以過量嘅喎。咁大量嘅使用藏紅花咧，會出現急性中毒嘅危險導致一啲嘔吐啊、腸絞痛啊、胃腸出血啊、尿血咁呢啲不良嘅反應。咁中毒嘅時候咧，出現神志不清啊、震顫啊，或者係嚴重嘅會出現驚激啊，或者係呼吸先興奮後抑制。咁少數嘅病人會出現頭暈啊、皮疹啊和一次過嘅蕁麻疹呢啲。咁呢個可能都係同藏紅花對神經系統嘅興奮作用同埋過敏有關嘅。所以咧，如果出現咗中毒，就即刻去醫院就醫。所以建議喺醫生嘅指導下用藏紅花。同時咧，即使係適量咁食用藏紅花喺我哋現代研究都發現藏紅花咧含有一啲刺激我哋神經功效嘅因子。如果我哋長期服用藏紅花，可能會導致出現一啲神經興奮嘅情況，唔單止會使我哋嘅神經過於興奮，同時咧對睡眠都會造成影響㗎。咁第五點咧，就係腸胃唔好嘅朋友就唔建議食藏紅花，因為有胃潰瘍或者係長期腸胃唔係咁好嘅朋友咧，盡量要少飲啲藏紅花。咁腸胃唔好咧，首先要調理好身體如果唔係咧，就冇辦法吸收藏紅花嘅藥性，甚至對我哋身體咧健康都有可能造成影響㗎。咁第六點咧，就係細路仔都唔建議飲藏紅花啦。咁一般情況下咧，除咗醫生開藥之外咧，藏紅花係唔建議細路仔食用㗎。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如何挑選呢個藏紅花咧？咁下邊咧介紹5個方面嘅建議俾大家挑選出嚟好嘅藏紅花。咁第一咧，我哋要比較粗壯同埋長短。咁一般嚟講咧，藏紅花生得越粗越好，咁越細越碎嘅品質咧，佢就越差，價格都低啲。其中國際標準特級嘅花絲長度大約係2厘米。咁第二咧，我哋睇黃色花心嘅比例。咁高品質嘅藏紅花嘅頂部係紅色部分啊嘛，咁黃色嘅花心越多咧，佢嘅品質就越差，價格就越低。咁第三咧，觀察一下呢個整體嘅外觀，優質嘅藏紅花咧，佢整體大細均勻、乾淨，冇其他嘅雜質嘅。咁第四咧，係有條件嘅情況下咧，可以投入熱水嚟幫助鑑別㗎。咁呢個方法咧就係將呢個藏紅花放到去嗰個熱水裏邊，咁真品藏紅花咧會睇見黃色線性嘅直線下降，而且係逐漸擴散嘅，水都會被染成黃色。咁水質清澈無雜質就為好噶。如果係呢個水咧被染成紅色咧，就有可能係藏紅花嘅偽品嚟噶。咁最後咧，我哋要睇顏色同埋聞佢嘅味。咁正宗嘅藏紅花顏色係暗紅色噶，聞起嚟都有特殊嘅香味。我哋浸水之後咧都冇味道。咁
硫磺酸製過嘅紅花咧，佢顏色係鮮亮嘅，浸水之後咧會有酸味，同時咧都略帶刺激性嘅味道，而且咧佢時間越耐咧，佢嘅酸味就越強。咁呢種硫磺酸製過嘅藏紅花咧，就唔建議購買同埋使用啦。多謝大家。